定目观望。26位老者踏空而来，这些老者有男有女，但皆是白发苍苍，一个个道骨仙风，长跑飘动，非同寻常，都拥有着半帝级别的强大气息。他们一同踏空而来，那种气势简直无可抵挡。别看广场上的人数以万计，但若论综合实力，可远不敌这26位青木山的长老。尤其是那26位长老之中带头的白胡子老头，实力更是高深莫测，恐怕只是他一人就能将在座的所有势力掌交，轻而易举的击败一般。这老头个子不高，身材也是干瘦，长得也是极丑，并且走路还弯着个腰，是个驼背，一眼望去就像是一只成精的白毛老猴子。但是对于他，没有一个人敢有不敬，哪怕是三灵掌教也是不敢，因为他可是青木山的当家长老之一，并且因为面相似圆，所以人送外号白猿半帝。这白猿半帝可不仅仅是在青木领域名声极大，哪怕在整个五之圣土都是有着一些名声，实力相当恐怖。而先前说话的正是他。拜见白猿长老，拜见诸位长老。这一刻，各方势力的掌教与弟子一同抱拳施礼，那充满着敬畏之意的声音如万雷齐鸣一般，响彻天界，震慑苍穹，数千里之外也能够清晰听到。罢了罢了，都是老熟人了，你们还这么客气干嘛？何况在我身后的可都是你们的老部下，我把他们带来就是与你们叙旧，你们向他们施什么礼啊？这岂不是乱了辈分？白猿半帝大嘴一咧，露出了不太好看，甚至有些猥琐的笑容。但你不得不承认，那个笑声的确笑得很是欢快。见状，在座的掌教们也是随之笑了起来。的确，除了白猿半帝，其身后的那些长老他们都认识，并且基本都是出自五座一等附属势力，他们都曾是五座一等附属势力的弟子，并且是最优秀的弟子。加入青木山后也是风生水起，而在过了弟子的期限，可以抉择流失在青木山，还是回到各自势力的时候，他们选择留在了青木山做长老。虽然留在青木山，但却也心在各自的势力，心想着在青木山内多为自己势力的后辈谋取一些好处。实际上，就算他们背负的是青木山长老的称号，但他们仍然属于五座附属势力，只不过他们驻扎的地方变作了青木山而已。别傻笑了，好不容易见一面，过去和你们的掌教叙旧吧。白猿半帝摆了摆手，见状，其身后的20位长老先是施以一礼，这便各自飞起，向各自的势力掠去。虽然只是简单的动作，但却能够看出白猿半帝的身份之高贵，威严让人不敢亵渎。只不过足足25位半帝却全部被东陵、西陵、北陵、申星关、羽化宗五座一等附属势力给分了，与其他附属势力没有半毛钱关系。并且25位有18位是三陵的人，剩下7位之中3位是申星关的，4位是羽化宗的。虽然这25位长老绝非是五座附属势力在青木山的全部力量，但也能够侧面看出五座附属势力在青木山内的强与弱。时间差不多了，还是老规矩，愿意参加的就随我来，不愿意参加的留在此处。过会自然会有长老来此安排你们。突然，白猿半帝腾空而起，他背着双手，弯着老腰，以不急不缓的速度向青木山深处行去。见状，五座一等附属势力的长老与弟子一同动身，跟随了过去。与此同时，其他附属势力也有不少跟了过来。至于他们去做什么，乃是参加一个名为夺帅的争夺赛。作为附属势力推送来的弟子，他们都达到了核心弟子的标准，所以无需通过考核就可以直接成为核心弟子。但是这个夺帅乃是为了奖励优秀弟子的，所有人都可以参加，但也可以选择不参加。至于这夺帅为何物，其实就是在一座浩瀚的阵法之内寻找几面旗帜，这几面旗帜分别为帅旗、将旗和兵旗。帅旗1支，将旗3支，兵旗90支。拿到不同的旗帜，能够激发出不同的意象，并且日后进入青木山后，可以拿着相应的旗帜在青木山内换取相应的奖励。至于这奖励都是固定的，帅旗最难寻找，所以奖励最高。拿到帅旗者能够在核心区域得到一座独立的山门，山门内豪华宫殿数座，并且有青木山提供的优质仆人伺候，得进武技随便修炼，极品王兵1把，五珠1万颗，功德1000点。而拿到将旗者得到的待遇就会相差不少，能得到仆人伺候，但却不是优质的，能得到王兵1把。虽然也是上乘，但却不是极品，能够修炼的劲武技，但却只能修炼1本。五珠只有500颗，功德倒是也有100点。至于拿到兵旗者，其他的奖励根本就没有，只能得到功德10点。而那这所谓的功德点数，可以算是青木山内一种通用的货币，只能在青木山用，但却不能不用。因为在青木山内，无论你想修炼武技，还是想得到修炼资源，甚至到特殊的场地修炼，都需要消耗这功德点。而这功德点的来源，除了青木山给予的奖励之外，就需要做相应的任务完成，完成不同难度的任务，便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功德点。总之，这功德点对于青木山的弟子来说十分重要，可谓必不可少，越多越好。而10个功德点对于刚刚进入青木山的弟子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至于拿到帅旗者所奖励的1000功德点，那更可谓是一笔巨大的收获。不过最主要的是拿到帅旗，那是一个荣誉，毕竟自古以来每一年能够拿到帅旗者，在那天才从生的核心地带都能够混得风生水起，最终成为一代人物。所以各方势力的弟子，尤其是那些声名远播的天才弟子，都以帅旗为目标，因为只要拿到这份荣耀，不仅能得到奖励，还会让青木山的长老与弟子高看一眼，为自己的前程铺下一个好的开始。毕竟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名声有多大，那都与青木山无关，只有在青木山拿到的荣誉，才能真正的得到青木山的认可。此刻大部分掌教与弟子都跟随白猿半帝去了，
但也有很多人选择留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拿到旗帜的希望。与其去丢那份人，还不如安分地进入青木山，本本分分地做一个核心弟子。也许这样日后还有出头的机会。毕竟真正有机会拿到旗帜的，也就那么些人而已。怎么说人家的实力摆在那里呢？拿到了理所当然，拿不到反而不合常理。不过总是有很多人想要浑水摸鱼，碰碰运气，所以这才导致，尽管所有旗帜加到一起也不足100只，但每次参加夺帅的弟子总会不少于万人。在白猿半帝的带领下，楚风等人已是来到了那夺旗的地方。一眼望去，那似是一座空中的山脉，但准确的来说，那是一座空中的石林，因为此刻浮现在楚风等人眼前的乃是一望无际的石头。那石头很特殊，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小的只有一个西瓜大，大的高大近1000米，就像是一个独立的巨山一般，横在空中。而这些石头皆是独立体，它们彼此之间都或远或近的隔着距离，并且在它们的身上都刻画着特殊的符文，漂浮在空中，光芒闪闪，不仅漂亮，更是壮观。想必关于夺帅的规则，你们早就对这些弟子讲过了。那么在这里，废话我就不多说了，只有一句话用送给各位弟子：祝你们好运。来到此处后，白猿半帝便摆了摆手，示意众人进入其中。而此刻弟子们也不犹豫，纷纷身形一纵，便进入那一望无际、浩瀚无穷的空中石林之中，争着抢着想要夺得先机。其实关于夺帅的规则真的很简单，帅旗、将旗、兵旗总共才94只，而这94只旗帜就分别藏在这些石头之内。只不过具体藏在哪个石头之中，那可就需要自己寻找了。并且因为这些石头都被赋予过特殊的结界，无法凭借外力强行轰碎，所以想知道其中究竟有没有旗帜，就只能以结界之法破阵。破阵需要时间，若是没有一定的眼力，选错了石头，破阵之后发现石头内空空如也，那就亏大了。因为你浪费了时间，就等于为别人提供了机会，所以人们都小心翼翼，并且直接向着石林深处掠去。因为往年旗帜都藏在石林的深处，此刻楚风与白若尘并肩前行，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羽化宗以及青木南陵的弟子。这些弟子并未急着寻找旗帜，完全就是在跟着楚风与白若尘，就像是护卫守护首领，却又与首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楚风与白若尘他们2人的速度不慢，但也不快，皆是用各自特殊的手段观察着这些石头，很是仔细。白师妹，你说咱们2个水楚风打量了一番后，笑眯眯地问道：你叫谁师妹？白若尘瞥了楚风一眼，没好气地纠正道：叫师姐。而这一刻跟在周围的羽化宗弟子也是一个个眉头微皱，胆敢这么与白若尘说话，楚风当真是头一个。不过看到白若尘只是瞥了楚风一眼，却并未真的动气后，他们更是感觉不可思议。因为相对来说，白若尘此刻的反应，那绝对算是好脾气的时候。不管你羽化宗的弟子怎么叫你，但我不是羽化宗的弟子。总之我排辈分按年龄，你要是说你年龄比我大，那我就叫你一声师姐。楚风笑嘻嘻的道：你算了，随你。白若尘被楚风弄得没了脾气，因为他明明比楚风小，根本没理由去说自己比楚风大，毕竟那等于变相着说自己比楚风老。他长得如此稚嫩，怎么可能说自己老？而楚风经过这些10日的相处，显然早就摸清了白若尘的脾气，对于白若尘此刻的反应早有预料。不过他却并未急着彰显自己胜利的姿态，而是冲着那些跟在左右的羽化宗以及青木南陵的众弟子挥了挥手道：跟着我们做什么？还不快去找旗！听得楚风的话后，南陵的弟子彼此看了一眼，便纷纷离去。但是对于楚风的举动，羽化宗弟子则先是一愣，随后皆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因为楚风这表现也太明显了，这不是明摆着赶他们走吗？可是楚风何德何能，一个区南陵的弟子赶南陵弟子走也就罢了，凭什么赶他们走？尽管已经知道羽化宗与青木南陵联盟了，但是在他们的心中还是没有将南陵的弟子放在心中。可是就在这时，这些羽化宗弟子之中，那些实力高强、顶尖级的存在，却二话不说赶忙散开了。而这些散开的羽化宗弟子，便是当日在南陵之塔修炼的那些，他们见识过楚风的强大，亲眼看到白若尘是怎么败在楚风手中的，所以他们非常清楚楚风有多厉害，自然不敢违抗楚风。不过因为此事那些弟子并未宣扬，所以哪怕是羽化宗的弟子，知道楚风厉害的也只是少数。所以当那些无知的弟子见到心中敬畏的师兄师姐们竟然听从楚风的话乖乖离去后，皆是一脑袋的问号，表示不解。不过看一看楚风敢对白若尘这么说话，而白若尘却拿他没有办法后，也是多少意识到这个南陵弟子恐怕有些不简单，至少和白若尘很熟，毕竟他们羽化宗的弟子。可每一个人敢于白若尘这么说话，事实上他们也没机会接近白若尘，所以犹豫再三后，还是纷纷离开了。那你说说，咱们2个谁能拿到帅旗？楚风笑眯眯地看着白若尘，眼中藏着计划已好的坏水。你能拿到帅旗？白若尘以确定的语气回答，连想都没想便给出了答案。不会吧，你怎么这么没自信？这可不像你。听得白若尘的回答后，楚风却是一脸的意外，不免有些失望，因为他的计划落空了。本来楚风还想借着白若尘这自负的心理与他打一个赌，然后趁机敲诈一下白若尘，从他那里占些便宜。可不曾想白若尘竟然给予了这么个回答，这可就让他筹划好的坏水使不出来了。白若尘并未急着回答楚风，而是先环顾四周看了一眼，见无人靠近后，才说道：你的眼睛很特别，比我的侦查手段厉害，只要你认真搜寻，运气不是太差的话，今年的帅旗不出意外会被你拿到。这一刻楚风颇为无言，他的天眼虽然很凌厉，但是修炼到如今已经很难被人察觉出异样，但是却被白若尘看出来了。
这不免让楚风有些意外。走吧，你寻得帅旗，我不会抢的。不过若是可以，倒是希望你寻得帅旗后，也帮我找找江琪。突然，白若晨以一种请求的口吻说道：“您这丫头居然会让我帮忙，这可真是不容易啊！”这一刻，楚风脸上的意外之色更加浓郁了几分。现在我们站在同样的起跑线，我也想比别人跑得快一点。那100功德点虽然不算很多，但与其让别人拿到，倒不如昂我拿到。所以我一定要拿到江琪，而你我所在势力是联盟，你理当帮我。白若晨用那爽美丽的眼眸，一本正经地看着楚风。联盟，亏你这丫头想出这么个理由。楚风一脸的无奈，他觉得自己被白若晨打败了，这个丫头竟如此义正言辞地看着自己，他真是找不出拒绝的理由啊。不过转念一想，楚风又嘿嘿一笑道：“这样吧，我有2个条件，你只要能答应一个，我就帮你。”什么条件？白若晨问道。楚风并未回答，而是无耻的一笑，以极其猥琐的语气道：“让我亲口你的小嘴，你无耻！”听得此话，白若晨的小脸顿时就泛起了2片红晕，与此同时，一抹怒容也是充斥眼中，二话不说，大袖一挥，便欲离去。这也就是楚风对他说这种话，要是换做别人，他早就2个大耳光子扇过去了，就算不弄死对方，也起码打成个残废。因为对白若晨这种女子来说，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轻薄。见到这一幕，楚风则是忍不住笑出声来。其实，楚风早就知道白若晨会拒绝自己。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楚风发现白若晨不仅性格冰冷，更是一个守身如玉的妹子。她的这种要求，白若晨100%会反对，并且还会生气。不过，尽管早有预料，可是看到白若晨那激烈的反应后，楚风还是觉得很有意思。毕竟这只是一个要求，自己还没有做什么，可白若晨却气成这样，这说明白若晨还真是一个自爱的好姑娘。但为什么明知如此，楚风还要这么做呢？实际上，这是楚风设下的一个套，为的就是能让白若晨答应他后面的条件。于是，楚风赶忙追了过去，说道：“这个拒绝没关系，我还有第2个条件呢。”滚！本姑娘不想与你说话。白若晨真的生气了，此刻脸上的红晕开始褪去，但是怒色可是丝毫未减。那你不想拿到江琪了？不想在起跑线上领先别人一步了？楚风笑眯眯地问道。不需要，没有你本姑娘照样能拿到江琪，说不定帅旗也会被我拿到。白若晨咬牙切齿地说道。怎么突然这么自信了？你真的确定自己能拿到？我看青木3陵的那3个弟子，还有申星观的那个元清，可不像是省油的灯啊。楚风说道。王岩他们观察过楚风，楚风他们也观察过王岩，知道王岩他们的身份，也知道他们的实力。其实白若晨之所以会求楚风，忌惮的也是王岩、江浩、黄娟还有元清。毕竟这石林这么大，实力是一部分，但运气也是一部分。如果没有绝对的实力，又没有天降的好运，真保不准会错失先机，被别人寻得旗帜。不过白若晨却并未理会，而是继续前行，可见她真被气得不轻。但是在楚风看来，这个丫头生气的样子反而很是招人稀罕，毕竟美女嘛，怎么看怎么美，尤其是这种冰霜美女。所以楚风并未放弃，拿出了他轻易不肯拿出，只对美女使用的死皮赖脸精神，继续追上前去，说道：“第2个条件可简单多了，你只要告诉我你母亲叫什么就可以。”什么？听得此话，白若晨突然一愣，先是停下脚步，随后一脸疑惑地看向楚风：“你问这个干嘛？所有人都不知道你母亲的名字，这搞得你母亲的名字就像是一个谜，实在是太神秘了，所以我也就跟着好奇了。对，不过你若这真是为难，那这2个条件就当我没说。咱们的关系其实不用条件，我也可以帮你。刚才那的话，你就当我开个玩笑。”楚风笑嘻嘻地说道：“我母亲叫做白素烟，不要对任何人说起，也不要说是我告诉的你。就算我母亲问你，也不能说。”白若晨以传音的方式说出了这句话，话罢之后便向前行去。也姓白，莫非白若晨是跟随他母亲的姓氏？这一刻，楚风陷入了沉思。他之所以问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他早就察觉白若晨与其母亲是真的不简单，所以想深入的了解一下这对母女。不过这种沉思只停留一刻，他便马上追上前去，一脸正经地对白若晨说道：“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什么事？见状，白若晨则是赶忙问道：“你母亲的名字比你好听？”楚风大嘴一咧，嘿嘿笑道：“有病！”白若晨瞪了楚风一眼，本已褪去的不悦之色再度涌现在小脸之上，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是被楚风给耍了呀。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楚风说道。不听。白若晨加快了前行的速度，而楚风则是紧追不舍地继续说道：“不过你比你母亲漂亮。”白若晨看了楚风一眼，依然没有说话，而是继续前行，不过脸色却好了不少。见状，楚风趁胜追击，笑眯眯的道：“真的，就算你母亲最漂亮的时候，也绝对不如现在的你好看。”无聊。白若晨再度白了楚风一眼，但是那小脸之上的不悦已经消失不见，甚至眼神不由自主的变得温柔了不少。女人就是如此，不管美丑，都希望别人夸夸自己。当然了，同样的话语也分谁说，有些人的夸赞的确会令其厌烦，但有些人的夸赞却会让其心花怒放。楚风显然是后者。然而就在这时，这方空间突然剧烈一颤，一股强大的波动正在2人身后急速掠来。这一刻，楚风与白若晨皆是止步停身，回头观望，这才发现4道身影正带着强大的气势飞掠而来，并且眨眼之间已来到近前停了下来。这4个人正是此次夺帅能够拿到帅旗的热门人选：王岩、江浩、黄娟、元清。这一刻，王岩、江浩、元清，哪怕是黄娟，皆是眼前一亮，因为如此距离之下，白若晨的美貌显得更为无瑕，堪称完美。
让男子为之陶醉，女子为之惭愧。在下王岩，不知姑娘尊姓大名？此时此刻，王岩已是双眼放光，就如同饿狼看到了小绵羊，甚至忍不住偷偷的咽了一口口水。可见他眼下对白若晨动心的程度有多深。不过动心归动心，他也并未表现得太过明显，而是对着白若晨抱拳施礼，展现出了一副风度翩翩的正人君子模样。装什么装？你不是知道白姑娘叫白若晨吗？明知故问，也未免太无耻了吧？可王岩万万也想不到，在自己大展身手之际，江浩却突然站了出来，并且为了博得白若晨的好感，打击他这位感情上的对手，竟然直接将他给卖了。这一刻，王岩已经傻眼了。不管怎么说，他与江浩也是相识多年，表面上关系相当不错的好兄弟啊。他怎么也想不到江浩会这么丧心病狂，为了一个女子便做出这种见色忘义的事情。不帮他也就罢了，竟然在白若晨的面前揭穿他，打击他，这当真是叫王岩猝不及防，一口恶气憋在了胸口。这也就是他王岩修为深厚，要是换做旁人，恐怕能直接一口老血喷出，被江浩的所作所为给活活气死。而对于王岩此刻那既尴尬又吃惊，已经彻底愣在了原地的王岩，江浩则是没有丝毫同情，完全不念往日的兄弟之义，而是赶忙抢占先机，对着白若晨抱拳施礼道：白姑娘你好，我叫江浩，你说这里这么大，咱们能够再次遇见，可真是缘分啊。缘分个屁，明明是你一路尾随，又像羽化宗弟子打探才追上白姑娘的。这一刻，王岩终于带到了报复机会，拿出了既然你不仁休怪我不义的精神，揭穿了江浩的罪行。王岩，你好意思说我？你不是尾随，那你怎么跟过来的？江浩愤怒地反驳道：我是尾随，但我尾随的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可没有像你一样，明明是偷偷摸摸的尾随人家白姑娘，还一脸无辜地说缘分。我呸，你还要脸不？王岩大嘴一张，一口黏痰就吐了出去。先前江浩让他难堪，他此刻就要尽数奉还。我擦，王岩你一个黏痰飞粒儿来，要不是躲闪及时，那绝对就要落在脸上。江浩真的怒了，探出手掌便抓向王岩，想要与其理论一番。而王岩也是不甘示弱，这两个交好多年的兄弟，竟然要为了一个女子大打出手。不好意思白师妹，我的这两位师兄性格偏为搞笑，还望你不要在意。其实我们几个前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着都要拜入青木山门下，所以想提前认识一下白师妹。就在江浩与王岩斗嘴之际，袁清趁虚而入，对白若晨献起了殷勤。此刻白若晨的视线本被正在斗嘴的王岩与江浩所吸引，听得袁清说话，才将目光投向袁清。见白若晨正是自己，袁清顿时神清气爽，赶忙再度施礼，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模样，说道：在下袁清，幸会白师妹。对于袁清的表现，身旁的黄娟一脸的惊讶，而那本斗嘴的王岩与江浩都被惊呆了，因为他们一直觉得他们先前小看了袁清，从袁清先前的一系列举动，完全能够看出袁清对付妹子有一手啊，并且这手段比之王岩与江浩不知高明了多少。实际上，王岩与江浩有什么手段？他们仰仗着自己是天才，有无数女人沉迷于他们，玩妹子往往只要一句话就能搞定，根本需要用什么手段，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讨得妹子的欢心。不过见到袁清的举动之后，他们顿时懂了，袁清这货绝对是个玩妹子的高手，真正的衣冠禽兽啊。可是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袁清将博得白若晨的好感之际，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白若晨的眼中突然泛起了一抹冰冷，以一种极为不屑甚至颇为厌烦的目光扫了一眼袁清后，便转身离去，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屌！什么叫做真正的屌？这就是真正的屌。有些女人故作高傲，在寻常的男子面前把自己伪装得如同女神一般不可侵犯，甚至对寻常男子不屑一顾，但是在有实力的男子面前便会原形毕露。可白若晨完全不同，他对寻常男子冷，让人们觉得与他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可是对待有实力的男子，白若晨不但不会转变态度，反而更冷。这从他眼下对待袁清和王岩、江浩三人就能看得出来。看着白若晨那离去的背影，楚风的心中不免多了一丝荣幸，因为在这一刻，他才深刻地了解到，原来能够与白若晨如此近距离的交谈，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虽然白若晨与他也谈不上多么亲近，但至少他能与白若晨有说有笑，甚至毫不顾忌地开玩笑。可是袁清等人却连与白若晨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这么一比，楚风顿时觉得他实在太幸福了。楚风是感觉幸福了，可袁清、王岩、江浩三人则顿时懵了，他们深深的有一种坠落无尽深渊般的挫败感。这什么情况？想他们三个名扬青木领域，让无数女子为之折腰的天才，为了讨得白若晨的欢心，都快兄弟相残了。可这白若晨是什么反应？竟然屌都不屌，他们就这么走了，这实在让他们太受打击了，不甘心，非常的不甘心。尤其是袁清，他想过100种白若晨的反应，但唯独没有想到过这一种。白师妹，莫非袁清哪里不对，得罪了白师妹？不甘之余，袁清开口问道。而袁清此话一出，白若晨果然停住了脚步，并且转过头来，淡淡的说出了一句话：既然你问了，那我就给你一个答案，记住了，你们以后别跟我说话，因为本姑娘懒得理会你们这些人渣。白若晨说完此话，便转过头去，从容的继续前行。可是王岩、袁清、江浩三人就感觉1万斤的大锤从天而降，准确的砸在了他们的脑袋之上。此刻脑袋一片空白，却无限的回荡着2个字：人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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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渣。想他们自认为风度翩翩、天赋异禀，让无数女子为之仰慕，多少男子为之臣服的绝世天才，
如今竟然被人说成人渣。如果说先前白若晨的举动只是让他们感到意外，那么此刻白若晨的话则真的让他们难以承受了。人渣，原来你们3个还有这么一个名字。这一刻，黄娟被逗得咯咯直乐，不过她笑得实在太贱了，真心有一种添油加醋、煽风点火的味道。实际上，此时此刻，极为自负的王岩、江浩、袁清3人真的怒了。可是此刻在他们面前的是白若晨，尽管白若晨说的话语极为难听，但看着白若晨那妙骂而迷人的背影，他们却无法做出过分的事情。楚风，你给我离白师妹远一点！就在这时，袁清突然怒吼一声，他不敢对白若晨如何，于是将所有怒火都撒在了那跟在白若晨身旁的楚风身上。袁清，你居然还活着！可是他万万也想不到，突然转过身来，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什么？楚风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莫说是袁清，就连王岩、江浩、黄娟，甚至是白若晨都被他给弄懵了。什么？你居然还活着？难道说袁清应该死了吗？这一刻，只有楚风知道他话中的含义。触发远古仙针的是楚风，并非是袁清，而楚风甘愿让袁清捡这么个大便宜，为的是什么？他是有顾虑，害怕远古精灵对自己不利，所以才故意不揭穿袁清，让袁清暂时带着触发远古仙针这个满是荣誉的名头。楚风是想让袁清做挡箭牌。不过如今几个月过去了，袁清还好端端的活着，这说明远古精灵没有找过袁清的麻烦，否则以远古精灵的手段，袁清早该死了。所以当楚风见到袁清的时候，楚风心中是窃喜的，他觉得远古精灵如果想弄死袁清，早就应该动手了，既然没有动手，说明远古精灵是准备放过袁清了，而既然袁清没事，也就没必要让他继续带着这个充满荣誉的名头，是时候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了。于是楚风说道，如果我是你，就应该好好享受现在的生活，而不是到处惹是生非，沾花惹草。你这是什么意思？见楚风不但没有正面回答自己的问题，还又说出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袁清更是为之大怒。我什么意思？你会明白的。楚风微微一笑，便转过身去，亲昵地拍了拍白若晨的肩膀，以一种不是很大，但却所有人都能听到的语气说道，若晨妹妹，我们走。楚风这个举动做出这句话说出之后，袁清、王岩、江浩，哪怕是黄娟，也是面容一变，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涌上了他们的脸面。事实上，这一刻就连白若晨也是眉头微皱，不过他却并没有说什么，而是继续突然加速，施展出一种身法武技，快速地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见状，楚风回过头来，对着袁清露出了一个挑衅以及鄙视的笑容，说道，珍惜眼前吧，好日子不多了。这才身形一纵，快速地向白若晨追了过去。而这一刻，袁清以及林岩和江浩简直连肺都快气炸了，肠子都快气断了。他们心中宛如女神一般的白若晨，视他们为人渣，连与他们说话都不情愿。可是那个南陵的废物弟子，不但称呼白若晨为妹妹，还敢用那脏兮兮的大手去碰白若晨那神圣不可侵犯的玉体。最主要的是，对于楚风的一系列举动，白若晨竟然没有丝毫的反感与不情愿，就如同默认了一般。莫非这白若晨与那南陵的废物有一腿不成？只要想到这里，他们3人简直不敢继续往下想了，一个个的皆是双拳紧握，有一种将楚风大卸8块、扒皮抽筋的冲动。这个叫楚风的家伙真是该死！愤怒之余，袁清3人一同说出了这句话。怎么，你们3个是吃醋了吗？见状，黄娟添油加醋的笑道，吃醋？他也配？听得此话，袁清3人脸上的怒色更是加深几分。你们跟我来什么劲？骂你们人渣的可不是我，有本事去找那白若晨啊！黄娟瞥了他们3个一眼，随后便纵身而起。不过在临行之前，还是说道，我倒是觉得那楚风似乎不太简单，就冲他那临危不惧、丝毫不将你们放在眼中的态度，我就知道那个家伙有些本事。我劝你们还是别去招惹他，因为最可怕的就是不知底细的人。说完这句话，黄娟便率先离开了。不过对于黄娟的话，袁清3人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可没发现楚风有什么本事，只是觉得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而已。袁清兄弟，对付那楚风，日后进入青木山有都是机会，咱们现在还是抓紧寻找旗帜，而旗帜不知在何处，还是分头行动为好。我就先告辞了。林岩抱了抱拳，便先行离去。袁清师弟保重，紧随其后。江浩也是纵身离去。这一刻，这里就只剩下了袁清一人，他眼中的怒色不减，紧紧地盯着楚风与白若晨离去的方向。突然身形一纵，竟然跟了过去。楚风与白若晨并肩前行，因为2人几乎每块石头都仔细观看，所以前行的速度并不快，似乎有个不知好歹的跟过来了。突然白若晨柳眉微皱，绝美的小脸之上涌现出一抹不悦之色。你先走吧，往深处去，拿着这个，我会去找你的。楚风将一块附有印记的符纸递给了白若晨，这是追踪符。白若晨拿着它，楚风能够锁定他的位置，轻易的找到他，差不多就行了，别做得太过分，毕竟这里是青木山。白若晨似乎明白楚风的意思，接过追踪符便继续前行，很快消失在了远处的石林之中。而这一刻，楚风不由回头张望，感受着那正在靠近的气息，他的嘴角掀起了一抹诡异的弧度，笑道，不知死活，这个楚风真是胆大包天，竟然敢独自留下，这是觉得我不敢对付他不成？此刻袁清锁定着楚风与白若晨的气息，发现白若晨继续前行，可是楚风却停了下来，脸上的凶狠之色不免多了几分。他追上来不为别的，就是想要寻找机会教训一下楚风，因为楚风多次让他下不来台，他实在忍受不了这份恶气，必须报复楚风才行。虽然
他之前在远古仙池也见识过楚风的手段，知道楚风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但是毕竟他在身心关血本的培养之下，已经成为了三品武王，实力今非昔比。再加上他如今那暴涨的自信心，几乎觉得他可以狂虐楚风，甚至凌颜、江浩他们也绝非他的对手。不对，这个家伙应该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我在跟踪他，只是与白若晨分手了而已。嘿，真是个废物。不过这样更好。但就在袁清即将靠近之际，却突然发现楚风的气息开始移动，并且速度很快，这让他觉得自己的行踪没有暴露，只是楚风与白若晨分头行动了而已。而对楚风恨之入骨的袁清自然不会在意这些，所以想都不想便向楚风追随了过去。他只顾着追随楚风，想着怎么收拾楚风，却没有注意到楚风所移动的方位不仅不是这石林的深处，而且还是一个人迹稀少、几乎没有人会踏足的方位。奇怪，人呢？终于袁清追赶了上来，可是当他来到楚风所在的地方之后，却是不由面容一变，因为在来到此处之前，他明明感觉到楚风就在此处，为何来到这里后却不见楚风的影子，就连楚风的气息也不见了？妈的，难道被耍了？这一刻袁清更是暴怒，不管3721，开始扩散出自己的精神力，疯狂地搜索起楚风。然而突然之间，周围的天色开始变化，抬头观望，一层磅礴的结界大阵竟正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最终将他封在了其中。雕虫小技。见到这一幕，袁清冷哼一声，单手握拳，举臂轰出，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一道凶猛的王级武力便轰在了那结界之上。可是在那王级武力化作凶猛涟漪，在那金色结界之上扩散之际，那结界竟然纹丝未动，丝毫未损。怎么可能？这结界竟这般强悍！这一刻，袁清也是不由面色一变，眉头微微皱起。他是一名界灵师，拥有着不弱的精神力，在他出手之前，已是感应了这结界的强硬程度，觉得自己这样一击足以将这结界轰击得支离破碎，所以他才出手的。但是万万也想不到，自己竟然失误了，他感应的竟然有错误。这结界远比他预计的要坚固得多，莫说刚才的攻击，恐怕施展出他最强大的攻击，也是难以轰碎这结界。可就在这时，阵阵雷电之音突然自袁清的身后传来，回头观望，袁清更是面容大变，只见道道粗壮的雷霆相互交织，左摇右摆，宛如神龙一般，正向他攻击而来，并且在那雷龙的另一端还有着一道身影，那是一个人，一个身穿黑袍、脸戴面具，在他的身上覆盖着雷霆铠甲，在他的身后有着一双雷霆翅膀的人。这个人覆盖的太过严密，根本看不清他的容貌，就像是一个雷霆所化的灵体一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此人的气息实在太强了，虽然同为三品武王，但是那种感觉却拥有着碾压袁清的力量。这一刻，袁清本想闪躲，但却根本没有任何机会。那雷龙化雷蛇，四分五裂之际，宛如绳索一般，将他紧紧地捆了起来。与此同时，一层又一层磅礴的威压，也是自那捆绑他的雷蛇之中涌入他的身体，那力量将他轰击的身体发麻，任凭有着一身姿的修为，却根本施展不出，如同废人一般。但是就在此刻，令袁清绝对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那雷蛇竟然化作触手，将他的衣服从身上给扒了下去，竟然很快将他身上的衣服给脱得一件都不剩，使得他成了一个被雷蛇捆绑的裸男。不过最让袁清不安的是，此刻那站在他不远处的雷霆灵体手中竟然握着一把雷电所凝聚的鞭子。你是什么人？为何要对我出手？心慌之际，袁清忍不住开口，可是不曾想，那人对于袁清的话语不但不予理会，更是大臂一挥，那雷霆涌动的鞭子便落在了袁清的脸上。那雷电鞭子一扫而过，袁清的半个脸颊被抽得皮开肉绽，鲜血横飞，就连骨头都抽碎了一半。这样的痛楚让他顿时惨叫连连。妈的，你竟然敢真的打我！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青木山的核心弟子，你敢打我，青木山不会放过你！惨叫之后，袁清悲愤交加，开始大骂特骂。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咒骂不但没有吓到对方，反而他的刑法却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第一道鞭子之后，第二道、第三道，数不清的鞭子接二连三地落在他的身上，将他抽得体无完肤。别抽了，别抽了，我求求你别抽了！浑身是血，连骨头都被抽得粉碎的袁清终于忍受不住，开始求饶起来。因为那鞭子实在太怪异了，绝对不只是体外的痛楚，竟然能够深入骨髓，甚至进入大脑，就如同无数个嗜血的虫子在啃食他的全身各处，就连脑子都要被吃掉一般。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难熬了。不过可惜，无论他怎么求饶，那鞭子都不会停下，反而会越抽越狠，直到他昏死过去，那鞭子才停下来。当袁清昏死之后，那缠绕着他的雷蛇也开始消散。而这一刻，那雷霆灵体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容。原来这位暴打袁清的人就是楚风。楚风收起遮盖脸庞的面具以及掩盖衣衫的黑袍，看着那早已不成人样的袁清，楚风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说道：这是对你的一点小教训，真正的惩罚还在后面。话罢，楚风便给袁清服用了一颗药丸，随后又替袁清修复肉身，最后将袁清的衣服也给穿了上去。此刻的袁清与进入这结界阵法之前没有丝毫的变化，根本看不出来有伤在身，像是受过酷刑，就像是个没事人一样。而做完这些之后，楚风突然拿出了一个袋子，竟将袁清装入了那袋子之中，抗于肩头，这才大袖一挥，将结界阵法解开。解开结界阵法后，楚风环望四周，发现没有半个人影，便身形一纵，扛着这个装着袁清的大麻袋，跃向了石林深处。没人知道
他究竟打算做什么？此刻，楚风正扛着装在元庆的大麻袋，急速飞行，想要去石林深处寻找白若晨。毕竟答应了那丫头帮助他夺得江旗，楚风就一定要说到做到。可是突然之间，楚风却是眼前一亮，猛然停了下来。眼下，楚风将目光锁定在了一块高达50米、宛如一座山峰的巨石之上。他动用天眼仔细观察，越看越是激动，最后竟然双眼放光，脸上涌现出难以形容的喜悦。虽然想过我能寻得帅气，但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会在此处偶遇。这一刻，楚风当真是欣喜万分，激动无比，因为他惊愕地发现，这座巨石的结界阵法很是特殊，并且其中透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能量，那种感觉是其他的石头根本所不具备的。而在来到此处之前，羽化宗宗主为了能让他们夺得帅旗或者江旗，曾特地告诉过他们，蕴含旗帜的石头有哪些不同。虽然羽化宗宗主所讲述的也很是笼统，并且究竟能感应到多少，还是要看个人水平。可眼下楚风却几乎能够确定，这块石头内不仅有旗帜，并且还是这浩瀚石林之中最为珍贵的帅旗。确定之后，楚风并未急着布置破阵结界，而是布置了一道隐藏结界，覆盖在这块巨石之上，使得这块巨石从表面来看与其他石头没有任何区别。之后，楚风便就此离去。至于为何离去，自然是去找白若晨。在寻得帅气之后，楚风对其他的石头已经没有了任何兴趣，所以这一路走来，楚风不再观察任何石头，这导致楚风的速度得以提升。这种情况之下，楚风很快便来到了石林深处。石林深处的人非常之多，虽然谈不上人山人海，但是几乎四处都能看到有人正在布置结界阵法，破解石头上的封印。不过因为有追踪符的缘故，哪怕人再多，楚风也能够锁定到白若晨的位置。只不过当楚风来到白若晨近前之后，却发现在白若晨的附近还有着3个熟悉的身影，竟然是王岩、江浩、黄娟。只不过此刻的他们并未交谈，而是分别对着20块石头仔细的观察研究着。而在他们3个对那20块巨石研究的同时，四周也有很多人在看着那些石头，并且在那些人的眼中布满了垂涎之色，但是似乎忌惮于王岩、江浩、黄娟他们的存在。他们此刻只敢在远处观望，却根本不敢靠近。若晨！楚风突然高喝一声，打破了此处的宁静。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当看到楚风之后，众人皆是一愣，尤其听到楚风竟然以如此亲昵的称呼与白若晨打招呼，人们便不由得感到吃惊。而这一刻，王岩与江浩更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不爽之色，但是他们却也并没有过多的理会楚风，而是继续打量起那20颗体态可以的巨石。似乎那巨石此刻对他们的吸引力比白若晨还要大一样。你对我的称呼就不能统一一下吗？见到楚风，白若晨皱了皱眉。从楚风见到白若晨开始，对白若晨的称呼已经从白姑娘、白师妹、若晨换了3个，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3个称呼是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暧昧。不过白若晨虽然感觉别扭，却并没有太多的抗拒。我只是觉得咱们的关系越来越近，所以随心所欲的便叫了起来。何况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你又何必如此在意？楚风笑眯眯的道：“随便你吧。对了，你抗的是什么东西？”白若晨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身后的大麻袋。这个麻袋自然是装着元庆的麻袋，但是这个麻袋是经过特殊处理的，不但不会显露出内部物件的形态，更是可以阻挡精神力。从表面来看，人们只能看出楚风扛着一个大麻袋，但绝对不会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但是像他们这样的人物，都是有高级乾坤袋用来储存东西的。楚风不用乾坤袋，反而是亲自扛着，不免让人有些诧异和不解。一个破烂而已。楚风嘿嘿一笑，随意敷衍，随后便看向那20块石头问道：“怎么没主意了？你看出来了？”听得此话，白若晨小脸微变，似是有些意外，但却又似是意料之中。当然，这20块石头被封印了特殊的结界，并且其中的结界阵法能够混淆感应力。简单来说，这20块石头都会给人一种里面藏有旗帜的感觉，但是这结界阵法却非常厉害，如果开启需要消耗很长的时间，若是选对了，就将获得极大的收获，但若是选错了，可能就会错失机会，再也寻不到旗帜。所以你们都在犹豫，不知道该选那块进行开启好。楚风暗中传音，这种话他自然不能表面传达，毕竟让其他人听见不好。你说的很对，事实上这20块石头不仅你我看出了端倪，很多人都看出来了。不过刚才王岩与江浩他们威胁了一下其他人，所以此刻这20块石头由我们4个来进行选择。当然了，若是你要开启的话，他们应该不敢不让，若是不让，想必他们也拦不住你。不过我关心的却不是这20块石头归属权的问题，我担心的是这20块石头会不会都是假的？就算有真的，选错了该怎么办？毕竟这石头上的结界阵法太厉害了，想要开启起码需要消耗几日时间。若是开启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那就真是功亏一篑了。毕竟几日时间可能发生很多变化。白若晨此刻似是真的没了主意。放心吧，这20块石头之内有3颗石头是真的。楚风说道。真的？听得此话，白若晨顿时大喜，赶忙问道：“那你可看出那3块石头是真的？”当然，那一块就是楚风说话之间欲抬起手臂。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突然目光一闪，愣在了原地。楚风本是想替白若晨指出一块藏有旗帜的石头，可就在这时，他却惊愕地发现黄娟正紧紧地凝视着他想指给白若晨的那块石头，并且黄娟不是简单的凝视，他还在使用特殊的手段仔细地观察那块石头。显然他已经盯上了那块石头。突然黄娟意念一动，
磅礴的结界阵法释放而出，宛如道道长蛇一般，将那巨石围绕封锁。与此同时，他已是盘膝而坐，竟然开始布置阵法，准备破阵。黄娟这么急着出手，小心失散哟。见状，王岩说道：“就是，反正此处20块石头，只有咱们4个选择，难道你还怕别人抢了你的那份不成？”与此同时，江浩也是开口，并且说话之间还看了一眼楚风，他的言外之意很明显了，这20块石头只有他们4个能够动。楚风虽然也进来了，但是他们是不会让楚风动的。4个人也只要争分夺秒，谁知道这里究竟有几把将棋，又有没有帅旗呢？黄娟妩媚地瞥了王岩与江浩一眼，随后便不再理会任何人，嘴角带着微微笑意，全心全意地凝聚破阵结界。这个黄娟似乎有些手段。这一刻，楚风暗中传音道：“莫非他选中的那块石头真的有气质？”白若晨问道：“一面将棋，不过他选中的这块破解起来是有些难度的，不如你去破解那块最小的，速度应该会更快一些。”楚风这次并没有用手去指，而是将目光投射了过去，顺着楚风的目光观望，白若晨看到了那块石头。那块石头的确是20块石头之中体积最小的一块，并且从表面来看，这块石头应该是20块石头之中最不可能藏有旗帜的一颗。不过白若晨毕竟也不是普通的角色，先不说他也有着极强的洞察力，再者说他也相信楚风的眼光，所以他点了点头，对楚风说道：“那你选择哪颗？这里没有我想要的。”楚风微微一笑，说道：“把手伸出来，我教你一做阵法，能够让你更快地破解那块石头。”听得此话，白若晨一愣，他知道楚风的目标一定是帅旗，而楚风既然这么说了，便说明此处应该有着3道将旗，但却并没有帅旗。不过与此同时，白若晨还是伸出了那白皙而小巧的玉手，递到了楚风的面前。见状，楚风也不犹豫，一只手抓住白若晨的白皙玉手，另一只手便探出一根手指，开始在白若晨的掌心绘制图案。那图案不会留在白若晨的掌心之上，但却可以顺着掌心传入白若晨的脑海之中。这一刻，哪怕是白若晨也是不由眉头微皱，因为他有些迷糊。楚风的这座阵法似乎有些特殊，与他掌握的阵法不太相同，可以说颠覆了传统结界阵法的布置结构。这个家伙真是该死。而与此同时，王岩与江浩也是注意到了楚风与白若晨的举动，在他们的来看，楚风的这个举动实在是作死，不但紧紧地抓住白若晨的芊芊玉手，并且还在芊芊玉手上来回乱摸，这叫他们着实难忍。不过毕竟眼下他们的重要任务是快些寻得旗帜，这件事事关荣誉，绝对比儿女私情重要，所以他们也没有说什么。在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楚风后，便继续观察那些巨石，但是在心中已经将这份仇恨深深地记了下来。好了，去吧。终于，楚风的手指与手掌一同从白若晨的芊芊玉手收了回来，而这一刻，白若晨那绝美的小脸之上，则是布满了吃惊之容。看向楚风之时，目光之中不免多了几分刮目相看。一开始，他还有些怀疑，因为楚风教给他的这道阵法的确是有些古怪特殊。不过现在，他却不再怀疑，因为他已经发现楚风布置这座阵法的厉害之处。这座破解阵法简直与那块石头上的守护结界相生相克，能够完美的破解那块石头。祝你好运。略带感激的说完这句话，白若晨便身形一动，跃到了楚风所指的那块石头面前，开始布置楚风教给他的那道结界阵法。白师妹，你竟然选择这块石头！见到这一幕，王岩则是一脸的吃惊。白师妹，不是我说你，这块石头可谓是这20块石头之中藏有旗帜几率最小的一块，你还是换一块吧，不然等于是白白浪费了时间啊。与此同时，江浩更是直接来到白若晨的身旁进行劝阻，他们是认真的，因为在他们来看，这块石头的确蕴藏旗帜的几率很小，不希望白若晨浪费时间，所以特意来献殷勤。但是令他们想不到的是，白若晨却根本不理会他们，而是专心致志的凝聚阵法。这种情况下，王岩和江浩自然也不会自讨没趣，而是纷纷离开了。事实上，当得知白若晨选择了那最小的一块石头后，就连黄娟也是将目光投了过来。见到白若晨真的在破解那块小石头，她的脸上也涌现出了些许意外与不解。不过毕竟事不关己，概不操心，对白若晨很是不爽的她自然不会提醒白若晨，反而在其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坐等着白若晨出丑。与此同时，更是加快了凝聚阵法的速度，想要与白若晨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来彰显他的优秀。然而就在这时，白若晨的阵法已经凝聚成功，光芒四射之际，道道涟漪席卷八方，连这方虚空也是跟着抖动起来。怎么可能？竟然这么快就凝聚出了破解阵法？就算这块石头相对来说最容易破解，但也不至于这么快。这个丫头凝聚的是什么阵法？竟然这么厉害！这一刻，本想等着白若晨出丑的黄娟面容大变，不只是她，就连王岩与江浩也同样如此。因为此刻白若晨不仅仅是凝聚出来阵法这么简单，最主要的是白若晨所凝聚的阵法已经开始破解那块石头，并且速度极快。就在所有人都被白若晨所凝聚的阵法惊呆之际，最为惊人的一幕突然发生了，那被结界阵法覆盖的巨石竟然轰的一声化为粉碎。与此同时，一道耀眼的光束也是冲天起，直入云霄，而伴随着那光束一同袭来的，竟然是一阵又一阵的波动。那波动非常的奇妙，没有多么大的能量，几乎不会引起风吹草动，但却能够传达一个信息。那信息只有2个字：将其。不会吧？难道他真的成功了？看着那耀眼的光芒，感受着那自脑海掠过的信息，所有人都是感觉不可思议。毕竟这白若晨破阵的速度
也未免太快了一些。而就在人们有所怀疑之际，那光束开始缓缓消退。当那光芒尽数消散之时，一杆大旗也是出现在了巨石的中心地带，插在那所剩不多的巨石之上，竟然真的是将旗。看到那杆大旗之后，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因为那杆大旗可不是普通的旗帜，在它那迎风摆动的旗帜上面写着一个金灿灿的大字“将”。没错，将旗。此时此刻出现在众人眼中的就是将旗。虽然早有猜测，知道这20块巨石之中定然有将旗的存在，但当真正的看到将旗之后，还是会感觉激动万分。将旗不仅能够得到大量的奖励，这更是一种荣耀。何况白若晨以独到的眼光，如此精准的选中了这块石头，并且以如此速度破解了石头，拿到了将旗，这样的实力，不得不说让人为之叹服。此刻白若晨也是欣喜万分，他也不理会众人对他是何看法，而是张开玉手，将那将旗握在了手中。光芒闪烁之间，这道将旗已是被他收入了乾坤袋内。做完这些之后，白若晨的嘴角才扬起一抹迷人的笑容，回过头来将目光投向楚风所在的地方。但是当他目光锁定在楚风所在的位置之时，却是不由一愣，因为他意外的发现，刚刚还站在那里的楚风已然消失不见，并且在这四面八方也都感觉不到楚风的气息。楚风显然是走了。其实当传授完白若晨破阵的结界之后，楚风就离开了，因为只要白若晨按他说的做，他就能够确保白若晨拿到将旗。所以此时此刻，楚风正在向那藏有帅旗的地方飞掠。毕竟帮完了白若晨，楚风也该忙自己的事了，成败在此一举了，希望我不会走眼。终于楚风来到了那块巨石之前，为了不被人打扰，楚风故意布置了一层隐藏结界，将自己与这巨石一同隐藏起来，随后便开始布置阵法。楚风能够看出，这块石头虽然表面看着不起眼，但实际上覆盖着它的结界可是非常利奥的，若要破解，哪怕是他也需要耗费不短的时间，最少也要2日。但是楚风传授白若晨的破解阵法，只是短短片刻便破解了藏有将旗的石头。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块巨石的结界有多么难以破解。所以楚风尽管确定这块石头内藏有帅旗，但是楚风还是有那么一点担心，毕竟不怕1万就怕万一。不过既然决定了，也不后悔。楚风直接凝聚阵法，开始破解覆盖于这块石头之上的大阵。而时间流逝，短短2日时间，发生了很多事。3道将旗陆续出世，每一道都射出一道惊天光束，散发出一道信息涟漪，让所有人知道将旗的出世，并且得知出世的位置。而拿到将旗的3人分别是白若晨、黄娟，还有一个叫做聂凡的男子。白若晨是第一个拿到将旗的，并且速度极快，所以他的大名早在2日的时间内便传遍了整座石林之内，甚至石林之外的人也知道了他的事迹，无疑是如今风头最盛、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天才。甚至有人觉得白若晨的实力还要在王岩、江浩、黄娟3人之上。而除了白若晨之外，那个叫做聂凡的男子也是声名鹊起。这位出身自2等附属势力，却拥有着2品武王实力的男子，俨然成为了这一届夺帅的最大黑马。毕竟相比于白若晨，他的出身更为平凡，并且在夺得将旗之前，没有人知道他是2品武王。此子隐藏之身，并且还掌握着不俗的结界手段，让人不得不对其重视起来。而除了白若晨和聂凡之外，黄娟这位大名鼎鼎的天才却被人忽略了。毕竟他早就名声在外，就算夺得将旗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反而得不到将旗倒是会让人感到意外。所以这也就导致同样名声在外的王岩、江浩，以至于元清，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按照规则来说，拿到将旗的人就不可以再去破解其他石头，等于没有了夺得帅旗的资格。所以眼下夺得帅旗的最大热门就唯有王岩、江浩、元清3人。而在这3人其中，元清又被寄予厚望，觉得他最有可能夺得帅旗。但是就在众人猜测纷纷之际，楚风已经成功的破解了那块石头。只听的一声巨响，一道金色光柱已是冲天而起。只不过这道光束比之2日前白若晨所触发的要粗壮10倍不止。与此同时，一层信息涟漪也是以极快的速度横扫开来，那光芒持续了好一阵，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而楚风却来不及等待，于是他不顾危险，直接掠入光芒之内，终于在一块巨石之上寻找到了一杆大旗。而这杆大旗正是帅旗，总算不枉费我白白耗用了2日的时间，手握帅旗。楚风也是激动无比，毕竟这帅旗的意义非凡。要知道，这所谓的夺帅为的就是这杆帅旗。不过拿到帅旗，楚风也并未太过得意忘形，而是直接将帅旗收了起来，并且还将自己肩上的大麻袋打开，将仍在昏睡的元清扔在了那块本插着帅旗的大石头上面。因为楚风给元清服用过特殊的丹药，所以导致元清足足昏睡了2日之久，哪怕是现在也沉浸在昏睡之中。所以楚风先是给元清服用了一颗丹药，这颗丹药能够让元清苏醒过来，在给其服用了这颗能够将其唤醒的丹药之后，楚风的嘴角掀起一抹满含阴谋的笑意，随后身形一纵，便掠出了那耀眼的光束之中。再让你得意几天。看着那冲天起的光束，楚风嘴角的笑意不由浓郁了几分。楚风的意图其实很简单，他准备将帅旗的功劳暂时交给元清。当所有人都觉得元清是夺得帅旗的人后，一定会对他大肆追捧，那个时候元清会被捧得高高的。而以元清的尿性，他肯定会借势收拾楚风，甚至还会得罪其他人。但只要时机一到，楚风就会将元清的所有荣耀让他剥夺。到了那个时候，元清会是怎样？若是不出意外，一个字便可形容：惨。正所谓飞得越高，摔得越惨，而楚风就是要让元清惨不忍睹。这样一个废物，冒领了自己的荣耀，
竟然还敢如此猖狂，甚至对自己指手画脚。如果不让他惨不忍睹，那就不是楚风的性格。可是突然之间，楚风的瞳孔却猛然一锁，与此同时神色大变，猛然回头，高声喝道：“是谁？”但是当楚风转过头来，机警地观望四周，发现在他的身后除了几块巨石头之外，却空空如也，之后却是不由眉头微皱起来。就在刚刚，他明明感觉到似是有人在身后看着自己，但是现在却又根本没有半个人影，甚至也感觉不到任何气息。怎么回事？莫非是错觉？这一刻，楚风陷入了沉思。他对自己的精神力还是有着一定自信的，几乎很少发生感应出错这种事。所以眼下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楚风的感应真的出错了，要么就是有着一位修为非常可怕的人，刚才在暗中看了楚风一眼，不知是何方前辈，能否一现真身？想到了第二种可能，楚风赶忙抱拳施礼，以及其恭敬的语气询问起来。毕竟此处乃是青木山，这里连5地强者都存在，有人能够逃出楚风的感应，也是理所应当的事。但是若真有这样的人，定然是青木山的前辈高人，楚风必须恭敬对待才行。可是在楚风施礼之后，回应而来的除了呼呼风声以及身后巨石所散发的光芒之外，却没有任何声响。这种情况令楚风颇为无奈，想一想自己的计划后，不得不身形移动，快速的离开了此处。在楚风离开之后，有很多人被那巨石散发的耀眼光芒吸引而来，最终来到了那光芒冲天的巨石面前，围观起来。因为这是帅气被夺，所以这光束持续的时间异常的久，直到已经吸引来了众人之际，那光束还在持续绽放着耀眼的光芒。帅气真的被寻的了，想不到会是这样偏僻的地方，这与往年不太一样啊。是啊，每年帅气不都是在石林的深处吗？今年怎么被安放在如此偏僻的地方了？相比于这些，我倒是更关心究竟是何人破解了这帅气。此刻人群已是越聚越多，从开始的几人已经达到了几百人，就连王岩、江浩、黄娟、白若晨也被吸引了过来。毕竟在三面将其出世之后，他们这些天才唯一期待的便是那面帅旗，而此刻已然出世的帅旗，他们都想知道究竟是何人所为，谁是今年夺得帅旗之人。而就在众人猜测纷纷之际，袁清早已自那光束之中醒来。虽然他是醒来了，可却无法动弹，甚至无法说话，所以这导致他清楚地听到了外面众人的议论之言，已经知道自己迷迷糊糊之间似乎拿到了帅旗，可是他却不敢相信，不敢确定这一切是真是假。毕竟先前他明明跟踪楚风，但却被一个神秘人残忍地毒打了一顿，现在怎么会好端端的在这里睡觉，并且身上连半点伤痕都没有，反而还夺得了帅旗？那帅旗又在哪里？附近明明没有啊！到底是先前被毒打是一个梦，还是现在是一个梦？这一切真的让他有些迷糊了。而就在这时，那耀眼的光束终于开始减退。当那光束减退之际，袁清也是终于恢复了自由行动的能力。他赶忙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衣衫。他不能断定这是不是一个梦，但他非常清楚，哪怕是一个梦，他也要享受此刻的荣誉。于是乎，在那光芒消退之际，在那种人凝望之时，一道身影自那消散的光芒之中渐渐浮现，而所有人都一眼认出，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天才，曾触发过远古仙针的袁清。袁清，果然是他，夺得帅旗的果然是他，竟然真的是袁清！在如此偏僻的地方，他也能够寻得帅旗，也未免太厉害了吧！这一刻，人群顿时炸响了，所有人都是惊呼不已，赞叹不断，就如同袁清夺得帅旗乃是众望所归一般，理所当然。不过相比于那些单纯的围观之人，王岩、江浩二人的脸上可就多少涌现出了一些失望和不悦。毕竟他们没有拿袁清当真正的朋友，打心眼里他们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夺得帅旗，而眼下却是袁清得到了，他们的内心其实是极为不爽的。怎么会是他？这一刻，白若晨则是柳眉微皱，因为他与王岩和江浩不同，不管王岩与江浩对于袁清夺得帅旗如何的不爽，但是在他们心中却已承认了这个事实。但白若晨则是完全不同，在他的心中觉得能够夺得帅旗的只有一人，那便是楚风啊！现在怎么是袁清？难道说这袁清真的拥有比楚风还厉害的实力？袁清兄弟，真是恭喜，夺得帅旗，那奖励可是我等之最啊！这一刻，王岩、江浩、黄娟等人已是走上前去，表面客套起来，而对于他们的热情，袁清则是一愣，心中暗道：这感觉如此真实，莫非不是吗？可是我又是怎么睡着，又是怎么来到此处的呢？那帅旗又在哪里？此时此刻，袁清也可谓是思绪万千，有些搞不清楚状况，但是他却一脸高兴，笑着抱拳回礼，已经默认了自己就是夺得帅旗之人这个事实。在他看来，帅旗固然重要，但绝对比不上夺得帅旗这个荣耀。不管这份荣耀是怎么来的，但既然属于自己，那就一定要接着。袁清兄弟，帅旗呢？拿出来给我们见识一下吧。是啊，我们只是听说过帅旗，还没见识过呢。王岩、江浩、黄娟三人盯着袁清脚下那本是插着帅旗的深坑，一脸期待地说道：帅旗已被我收起来了，其实没什么好看的。袁清笑着摆了摆手，委婉地拒绝了王岩三人的请求。对于袁清这如此连贯又显自然的举动，王岩三人以及在场的众人只是显得有些失望，但却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对劲。不过这一刻，白若晨那双如星光一般明亮的美眸却是微微一闪，心中暗道：他这反应不对，